顾凌霄，我等奉龙后之命来取你性命，乖乖束手就擒，给二殿下让路，龙后说不定能留你一命。聒噪！又浪费一把造纸。不知不觉，我在这藏龙渊已经镇守了快3年，历练之期将到。我这個後媽看來是急了。3年前，我下山回宮繼承皇位，才得知後媽柳若蘭軟禁了父親，還籠絡3位長老，故意為難我。顧凌霄，你要想以大皇子身份回歸繼任龍皇，必須先服眾，鎮壓藏龍淵3年，你可願接？藏龍淵乃是人界與幽冥的交界口，怨氣橫生，普通人靠近都是九死一生。我接。顧凌霄，藏龍淵可是大凶之地，有去無回。若死在裡頭，你這皇位可就沒了。那不正好能給我那個廢物弟弟讓路？你……不過他還真是小瞧我，找一群廢物來送死。這世上除了暗夜的首領那位神秘的美女殺手影玉之外，還沒人能殺掉我。影玉大人，誰讓你進來的？大人恕罪，屬下有急事匯報，說您找了3年的恩人找到了。他現在就在金海市，身份是環衛工。環衛工，沒錯。走。這幾輛不是4大家族的車嗎？難不成是4大家族的人來了？不會吧？這腿比我命都長了，這種女人這輩子能看到1個就值了。今天竟然來了3個，這誰受得了？4大家族的人竟然來了3個，難道也都是柳若蘭找來的？你就是顧凌霄？沒錯。我柳溫秦家要退婚。凌霄，你可知為父為何要隱姓埋名，用100年庇護換這3份婚約嗎？而不知。劉家、溫家和秦家都是已有上百年基業的大家族，為父護他們100年，換來這3樁婚事，定可助你順利登基。父親，而如今的實力足以縱橫天下，不需要您。傻孩子，孤木難成林，獨木難支天。現在局勢不明，你日後要繼承大統，需要助力。到時你亮明身份，這3大家族就會是你的左膀右臂。怎麼不說話？我知道你不想退婚，可惜這事兒由不得你。我柳家的女人嫁就要嫁給有地位的男人，龍國上流社會的翹楚。你一個掃大街的，這龍國隨便拎出一條狗身上流的血都比你高貴。不錯，我溫家的女人要嫁就嫁有實力的男人，要麼是學界泰斗，要麼是領域精英。至於你，就你這弱不禁風的樣子，怕是連掃大街都掃不乾淨。我秦家的女人要嫁就嫁比我有錢的男人，光我名下的資產，怕是你掃300年的地也掙不來。這3個人竟然是來退婚的，這掃地的祖上什麼身份？竟然和龍國3大頂級家族都有婚約？什麼身份又能怎樣？如今不還是被人家嫌棄了？被3大家族同時退婚，我都有點可憐他了。可笑！3年之期將到，等我繼承了大統，整個龍國還有比我實力更高、地位更高、更有錢的人。你們不嫁，我嫁。蘇葉，他怎麼會來這裡？蘇家的下任繼承人怎麼來了？難不成蘇家和顧凌霄也有婚約？應該不會，當年的蘇家還不入流。是蘇葉回來後這幾年才逐步走到4大家族龍頭地位的。難道父親當年和蘇家也訂了婚約？蘇家，4大家族之一的蘇家，不止。聽說現在蘇家已經穩打過另外3大家族一頭了。蘇葉，據說集團裡所有反對他的人都被他給不簡單。還真是你。蘇大小姐，你不在蘇家待着，跑這兒來要嫁給一個環衛工。蘇葉，我聽說你為蘇家拼死拼活，結果蘇家那些老東西還是要把繼承人的位置給你那個廢物堂弟。蘇小姐，你能力再強，無非是蘇家的一枚棋子，我勸你最好別管閒事。好利落的身手，這不是普通保鏢能有的水平，恐怕是暗夜組織的人。這個蘇葉，難不成是暗夜的人？你敢動我的人？你知道我是誰嗎？我可是柳家大小姐。蘇葉，你這是要和3家同時開戰嗎？你想清楚，你只是一個棋子，蘇家不會容忍你招惹我們的。蘇葉，我們3家已經投靠了2殿下顧凌天，你招惹我們是想讓蘇家在龍國混不下去嗎？看來顧凌天已經籠絡了3大家族，下手倒是挺快。不過廢物終究是廢物。
我可是二殿下，這世上就沒有我蘇葉不敢惹的人，你想試試嗎？這女人有點意思，我喜歡。秦家人是在找死吧？我聽說上個月有個小家族不長眼得罪了蘇總，結果全家23口一夜之間全消失了。全消失了？難道？誰知道呢？不過這事都傳遍了，這3位怎麼還敢跟蘇總叫板？張家23口是你做的？我怎麼聽說是暗夜組織？難道你是暗夜的人？蘇總，我錯了，我有眼无珠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吧。苏总，我们之前不知道您的身份，求您放过我们。不会吧，還真是暗夜的人，真是怕什麼來什麼。和我認錯沒用，和他認錯，只要他原諒你們，這事兒就算了。這女人是在維護我，好久沒有這種感覺了。蘇葉，你讓我們給這個環衛工道歉。顧先生，我錯了，我不該用退婚羞辱您，求您原諒我。顧先生，我溫雪琪有眼無珠，您大人大量，別和我一般見識。顧先生，婚約我不取消了，您能不能原諒我？父親，您看到了嗎？您用100年庇護換來的婚約，人家根本看不上，而我也不需要。婚約作廢，因為你們不配。滾！剛才那場面，換做任何人，不是嚇得腿軟，就是得意忘形。可他氣定神閒，不卑不亢，這份胸襟，不愧是我看上的人。怎麼了，蘇小姐？顧凌霄，我要嫁給你。什麼？這是？我的天，這些東西得多少錢？光房產證都10幾本了，起碼上億。他這是在求婚？一個身家幾10億的女總裁跟一個環衛工求婚，我耳朵沒出問題吧？顧凌霄，這些是我的全部身家，包括我在蘇氏集團的所有股權。你要你願意娶我，這些都是你的。蘇小姐，我只是個掃大街的，你為什麼要嫁給我？掃大街怎麼了？我養父就是掃大街的。顧凌霄，你還記不記得10年前城東老街有個得了重病的環衛工，身邊跟着一個小女孩。那天養父暈倒被人送到醫院，我趕到的時候他已經被趕出來。爹，醫生說你這病得住院。丫頭，爹沒事，這點小毛病挺一挺就。爹，丫頭別怕，爹休息一會兒就好了。你騙人！你等着，我去求大夫。丫頭，爹這輩子沒什麼本事，就你這麼一個閨女，你要好好活着。爹，你別睡，你再堅持一會兒，我去賺錢給你治病，你別扔下我。他怎麼了？我爹快死了，我沒有錢救他。這個給你，拿去換錢救你爹。殿下，這枚玉佩可是你母親留給您的，不能隨便給外人。我娘說過，能救人一命，遠勝千金。可殿下，您成年後還要憑這枚玉佩回宮繼任。龍皇說過，只有這玉佩能證明您的身份。如果成年後我還無能到要靠一枚玉佩去繼承皇位，那我還不如不當這個龍皇。拿着吧，給你爹治病。我後來有錢了，第一件事就是把他贖回來。我找了你10年，就是為了把他物歸原主。當年那人是你養父，他後來怎麼樣了？他的病拖得太久，無力回天。之後我又被帶回孤兒院，直到12歲那年，蘇家來孤兒院挑人，他們挑中我成為棋子，替蘇家賣命。所以你現在的繼承人身份，名義上的。蘇家人一邊用我賺錢，一邊等着我犯錯。今天捧我，明天就能踩我。他們說的對，我就是個棋子。那你為什麼還要留在蘇家？因為我只有變強，才有能力找到你，然後嫁給你。不是吧？蘇總真要嫁給這個環衛工？這小子命也太好了，當初幫蘇總的要是我就好了，我也能當上金龜婿了。你確定要嫁給我？確定。不是吧，我這身份還沒公開，怎麼就有美女主動要做我老婆？這些年你一定吃了很多苦吧？我一直在找你，我想過很多次你過得好不好，有沒有人欺負你。現在好了，終於找到你了。你放心，以後我不會再讓你受任何委屈。我沒受委屈啊，我現在這個身份是因為我在歷練。我明白。你明白？掃大街對你來說只是歷練，你無論做什麼都能成功。無知小兒，藏龍淵殺伐之氣匯聚，
已然形成空間裂隙，千年间不断有邪魔凶物从裂隙中渗出。等你到了就知道厉害了。顾凌霄，藏龙渊常年由各大势力强者派人镇守，此事艰巨，由你这个皇位继承人去也是合情合理。3年后我自会回来，到时候让顾凌天洗好脖子等着。算了，随他怎么说，就当遗言听好了。现在知道我为什么同意你回来吗？你就是我儿凌天登皇之路的阶梯，注定是我儿垫脚石。他就这么无条件的相信我，可惜3年之期未到。我是现在这种身份，我顾凌霄何等何能？顾先生，我家大小姐看上你是你的福气，你别不识抬举。阿七，闭嘴！小姐，我说的是实话，您什么身份，他什么身份？您屈尊降盖嫁给他，他还犹犹豫豫。我跟顾先生的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插嘴？他没说错。不，身份不重要。我可以答应你，不过现在不行。为什麼現在不行？因為我肩負着很重要的任務。什麼任務？現在還不能說，我只能告訴你，這段時間我還要繼續在這裡當環衛工。你說什麼？小姐下嫁給你，你還要留在這裡掃地？你這是分明是故意讓我們小姐難堪。是啊，這堂堂蘇家繼承人的老公在掃大街，這要是傳出去，大家怎麼看他？蘇家的敵對勢力怕不是要到處宣揚，到時候這位蘇總的臉往哪擱啊？不行就算了。行，什麼要求我都答應。他怎麼這麼聽話？只要你願意娶我，我什麼都依你。不如你現在就陪我回去見父母。這不合適吧？交給我。沒想到蘇家這麼有錢。怎麼了？你要不先去洗個澡？洗澡？對，浴室在右邊，熱水已經放好了。好。你不幫我洗嗎？什麼？哦，幫我洗澡啊！你不是要嫁給我嗎？洗澡總不能讓我自己洗吧？你自己洗。我這美女老婆還挺容易害羞。3年了，顧凌天，希望你別太弱，不然事情就不夠有趣了。你怎麼不穿衣服？這不是有浴巾嗎？再說衣服都在外面。你等着，我去給你拿。痛！對不起，我條件反射。果然沒猜錯，這丫頭身手不弱，怕是有別的身份。哎呀，好像扭傷了。傷到哪了？讓我看看。你得負責。怎麼負責？自然是給我按摩。是這裡痛嗎？這丫頭是不是故意的？你看哪兒呢？剛才那樣不方便，來吧，現在好按一些。別！怎麼了？你先轉過去。轉過去？對，你背對我，我給你按。是這裡嗎？再下面一點。再下面。這樣舒服嗎？舒服。爸，出大事了！慌什麼？慢慢說。蘇葉那個賤人，他竟然當眾向一個環衛工求婚，還把他名下的集團股權、房產、存款都送給那個掃大街的了。什麼？反了！真是反了！蘇家的臉都被他丟盡了，他那些東西都是我的，他憑什麼送給一個外人？我已經答應二殿下顧凌天，把他獻過去，這可是我蘇家在龍國崛起的好機會。他現在跟一個環衛工不清不楚，二殿下要是知道，蘇家就完了。
那现在怎么办？马上带人把他给我找回来。苏叶啊，苏叶，我养你12年，不是让你坏我好事的。你怎么了？不好看？好看，可以出发了。你干什么？刚才只有我舒服，现在换我让你也舒服一下。现在不好吧？我们还没见父母，而且我们才刚……你想什么呢？我是说，我也要给你按摩。你故意的！我不理你了。你可是我老婆，不理我理谁？试一试嘛，我的按摩手法很好的。放松。美色当前，要不这个苏家今天就不去了。痒。那我换个地方。哟，还挺会享受，把野男人带到家里快活。苏晨，你找死！苏叶，你別囂張！是爸讓我來帶你回去的。你幹的好事兒，爸都知道了。這就是那個掃大街的，你這眼光可真夠差的。我一般不輕易出手，不過你今天成功惹到了我，那就別怪我大開殺術了。一個掃大街的廢物，要錢沒錢，要地位沒地位，腦子怎麼還不好？蘇葉，你不會是找了個傻子吧？蘇晨，你嘴巴放乾淨點。怎麼？我說錯了？爸讓我告訴你，你要是敢跟這個環衛工在一起，蘇家立刻把你除名。除名？隨便。這丫頭為了我，連蘇家繼承人的身份都不要了。不光是除名，你手上的資產蘇家都要收回。不可能！10年前蘇氏集團破產，是我臨危受命，一步步把集團做到現在的規模。這些資產和蘇家無關，憑什麼讓我交出來？沒有蘇家，你算什麼東西？蘇葉，別忘了蘇家養了你12年，不然你早死在臭水溝裡了。你現在是想當白眼狼嗎？看來蘇家人一直在用收養之前要挾的好歹毒的做派。乖乖跟我回去，爸已經收了聘禮，下個月你就和二殿下完婚。你這種貨色能嫁進皇家算祖上積霉，老老實實聽話，別給臉不要臉。二殿下，蘇家竟然也和我那個廢物弟弟有牽扯？不可能！我蘇葉這輩子只嫁給他。這事可由不得你！你要是敢反抗，我就先廢了這個環衛工！你敢！哼，我有什麼不敢？你再厲害，能同時擋得住我們3個嗎？傻丫頭，為了我，連反抗都不敢。動手，把大小姐請回去。真正的男人，從不對女人動手。你對他們做了什麼？他們困了吧？年輕人嘛，身體好，倒頭就睡。他是怎麼做到的？難道他不是普通的環衛工？你別過來！蘇葉，蘇姐，你讓他停下啊！等一下，不管怎麼說，蘇家也養了我12年，讓他走吧。我們的事，我會回蘇家當面跟他們說清楚。
刚才你是怎么把那2个人打晕的？不好，一着急暴露了身手，现在时机还没到，说多了可能会给他惹到麻烦，还是先找借口搪塞过去吧。啊，我这不是总扫地吗？劲儿大。好了，先不说这个了，不是要回苏家吗？我陪你一起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！苏家老宅里里外外都是人，万一他们对你……逃避不能解决问题，相信我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能搞定。奇怪，明明他就是个普通人，可为什么我会这么信任他？好像站在他身边就觉得什么都不怕了。爸媽，我帶凌霄回來了。你帶這個掃大街的回來，是想跟我們說什麼？爸，掃大街怎麼了？掃大街也是工作，打扮的倒是人模狗樣，可惜啊，穿的再好也是個掃地的。蘇葉，你眼光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差了？媽，你不知道，他還會點三腳貓功夫。昨天把我帶過去的保鏢都打趴下了。一個掃大街的，沒身份沒背景，還敢動手打我兒子！我告訴你，這種下等人這輩子都別想踏進我蘇家半步。好啊，你還護着他，蘇葉，你腦子是不是進水了？好好的龍皇夫人不當，非要跟一個掃大街的不清不楚，你圖他什麼？圖他掃地掃得乾淨，還是圖他一個月3000塊的工資？我喜歡的是他這個人。你倒是隨心所欲。以後別人要是問我們蘇家的女婿是幹什麼的，你讓我們怎麼說？說出去都丟人。我沒覺得丟人，別人怎麼說，我也不在乎。蘇葉，爸給你最後一次機會，你現在跟他斷了。明天跟我們去龍皇大典，等二殿下登基之後，咱們就把婚事敲定，怎麼樣？沒錯，明天龍皇大典上，二殿下會繼任龍皇。你要是真能被他看上，蘇家以後在龍國就是頂級豪門，我在龍國就是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。二殿下其實早就看上你了，如今老龍皇病重，二殿下是龍國唯一的繼承人，年少有為，你只要嫁過去，榮華富貴就是享用不盡。就是啊，小葉，你想想，二殿下是多好的人選，年輕有錢有地位。你再看看這個環衛宮，你可不能犯糊塗啊！你要嫁過去的事兒我都宣揚出去了，明天的龍皇大典你必須得去，我是不會同意你和這個廢物在一起的。蘇家人為了攀上我那個廢物弟弟，真是用盡心機，正好看看我這個老婆到底會怎麼選。你們說的我明白。那就好，只要你答應爸，以前的事兒爸都既往不咎。明天咱們……但是我心意已決，今生只會嫁給凌霄。不錯，不愧是我顧凌霄的女人。蘇葉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？蘇家養你12年，好不容易把你培養成人，你現在為了個男人就要跟家裡翻臉？小葉啊，我們雖然不是你親生父母，但這些年對你怎麼樣，你心裡沒數嗎？我們把你當親生女兒，你就這麼報答我們？這丫頭一定很難受吧？被自己教了12年爸媽的人用恩情綁架。媽知道你不是個忘恩負義的孩子，你只是一時糊塗。是啊，姐，爸媽都這麼說了，你還不明白嗎？咱們是一家人，打斷骨頭連着筋呢。你為了個外人，至於嗎？爸媽，你們的恩情我記得。記得就好，記得就好。那你看，但凌霄不是外人。快滾！沒錢來什麼醫院？走，我們這就走。爹，你這是怎麼了？怎麼了？你爹快死了，湊不齊治療費，就買個棺材準備下葬。當年我和養父相依為命，養父為了我不分晝夜的賺錢，得了病拖到惡化被送進醫院，我才知道是凌霄把母親留給他的玉佩給我，讓我去救養父。從那天起，我找了他10年，對我來說，他就是我的親人。就這一塊破玉佩能值幾個錢？也值得記10年。你也太沒出息了吧！你要是想要，我現在就能給你買10塊8塊的。我還以為多大的恩呢，
就为这么点事兒，你就要以身相许？行了行了，别说这些没用的了。苏叶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你到底嫁不嫁二殿下？不嫁。好，你有骨气。我今天给你2个选择，你要么跟他断了，乖乖嫁过去；要么现在就给我滚出苏家，永远别回来。我可以離開蘇家，為了我連蘇家都能割捨，等我登上皇位，她就是龍國最尊貴的女人。你可想好了？你要是離開蘇家，就必須要淨身出戶，以後蘇家的一切都跟你沒關係了。對，你的股權、房產、存款全得留下。你帶着這個環衛宮，愛去哪兒去哪兒，我們絕不攔着。對，媽說的對，你必須把東西留下。你一個外人，憑什麼把蘇家的東西帶走？蘇家的東西我不會帶走，不過我自己賺的。是啊，你以為你的錢是怎麼賺的？沒有蘇家的資源和人脈，你什麼都不是。蘇家飼養了我12年，但我為蘇家做的足夠還你們這份恩情。你們還想怎麼樣？還？你還得起嗎？你這條命都是蘇家給的，一輩子都還不清。蘇葉，我再問你最後一遍，你確定嗎？確定。好，好，你給我滾！現在就滾！從今天起，你不再是我蘇家的人。既然如此，走之前先簽個斷親協議，免得以後說不清楚。好，我簽。想好了？想好了。不後悔？不後悔。這些本來就不是我想要的，我想要的只有你。為了我，他真的什麼都願意捨棄。我顧凌霄這輩子都不會負他。從現在起，這些都是我的了。哈哈哈哈。蘇葉，沒了錢，你算什麼東西？這回你就跟着這個掃大街的睡橋洞撿垃圾去吧。到那時候，你可別哭着來求蘇家收留你。親可以斷，明天的龍皇大典，你必須得去。沒錯，你得當場宣布和蘇家切斷，還要和二殿下說明，悔婚是你的個人行為，跟蘇家沒關係。我們蘇家丟不起這個人。好，等我們搭上二殿下，皇家就是蘇家的後盾，到時候你就後悔去吧。不知道等他們發現自己費盡心機想攀附的權貴是我時，表情該有多精彩。哼，蘇葉，這可是你自己選的，明天等你到了龍皇大典，你就知道自己是多麼愚蠢了。今天的事，後悔的只會是你們。走吧。果然是你，獵物自己送上門了。怎麼了？沒什麼。走吧。二殿下，剛剛過去的那2個人就是蘇家大小姐蘇葉和她找的環衛工。蘇葉，就為了這麼個貨色，連嫁進皇家的機會都不要，真是夠蠢的。不過蠢點也好，等我把她拿下，蘇家就是我。爸媽，你們說他是不是傻？這麼多錢，說不要就不要了。他那是蠢，為了個男人做到這種地步。等着吧，用不了幾天，他就得回來求我們。回來也不認他，這種不聽話的東西，留在家裡也是禍害。哎呦，二殿下，您怎麼親自來了？快請，快請！二殿下快坐，來人上茶，上最好的龍井。二殿下，您來的正好，我正想跟您說呢。蘇葉那賤人今天帶着個野男人回來，非要跟蘇家斷絕關係。那些股權、房產他都簽給我了。他竟然把財產全還給蘇家了，那怎麼能行？二殿下，這是今年的新茶。
蘇家主，我聽說蘇葉當眾跟一個環衛工求婚，還拿自己全部身家當嫁妝。二殿下，這都是誤會，誤會。這事兒現在可都傳遍了。蘇家主是不是覺得我很護你？不，二殿下您誤會了。蘇葉那丫頭就是一時糊塗，我們已經在勸她了，她肯定還是願意嫁給您的。对，二殿下您放心，蘇葉就是一時迷了心竅，我們已經罵她了。她明天去龍皇大典，到時候我讓她當眾宣布跟那個環衛工斷絕關係。是的，二殿下您放心，蘇葉跑不了，她那些股权房產現在都歸我了，1分錢沒有，不嫁給您还能去哪兒？这人长腦子沒有？1分錢沒有我還娶她幹什麼？明天就是龍皇大典，我要在典禮上見到蘇葉，心甘情願嫁給我的蘇葉。要是見不到，我看蘇家在龍府不必存在。完了！怎么办？蘇葉倒是答應參加龍皇大典了，可那丫頭能聽咱們的心甘情願嫁給二殿下嗎？啊，咱們蘇家不會真要完了吧？都怪那個死丫頭，要不是她鬧這一出，怎麼會搞成這樣？啊，現在怎麼辦？抓！給我派人去抓！不管用什麼手段，必須把蘇葉給我帶回來。可那個環衛工身手有點厲害，上次我帶去的幾個保鏢，被他3、2下就打趴下。那就多派點人，派精銳，把蘇家養的那些暗卫都派出去，讓兵千日，用兵一時。現在不用，什麼時候用？暗卫，爸，你要把暗卫派出去？沒錯，那些暗衛個個都是頂尖高手，對付一個環衛工綽綽有餘。你帶暗衛去把蘇葉給我抓回來。至於那個環衛工，直接解決。記住，做得乾淨點。爸，您的意思是，一個低賤的環衛工也敢壞我蘇家的好事，留着他幹什麼？蘇葉沒了念想，自然就聽話了。對，爸說的對。那環衛工死了，蘇葉也就死心了。您放心，我這就去辦。蘇葉，我看你能跑多遠？還有那個掃大界的，還敢打我？今晚就是你的死期。後悔嗎？什麼？蘇家的一切，說不要就不要了。你後悔嗎？不後悔，我想要的一直都是找到你。就為了10年前的一塊玉佩？不是為了玉佩，是為了那個給我玉佩的人。這丫頭傻成這樣，讓我怎麼捨得放手？大小姐，好久不見。阿虎，你怎麼來了？大小姐，家主有令，請您回去。至於您身邊這位，就地解決。想動他，先過我這一關。那就別怪我們無禮了。哼，大小姐，您功夫再好，又能打幾個？我們可有10幾號人，識相的跟我們回去，嫁給二殿下。這個環衛工死了也就死了。這丫頭真是無時刻不想着保護我。身為男人，怎麼能讓心愛的女人倒在自己面前？我这老婆身手真是不錯，怕是和那位頂級殺手尹玉不相上下。去死吧！什麼？不自量力！你到底是什麼人？我的身份，你還不配知道。你不是环卫工，环卫工不會有這種身手。難道你一直在騙我？我沒騙你，我就是顧凌霄。不，我想知道你的真實身份。你到底是什麼人？這麼多人呢，你別……
槍，这种子弹车挡不了几发。枪，我不需要。把腿伸过来。什么？腿伸过来。你要干嘛？对狙。目标还挺警觉，不过你放心，当年在雇佣兵团的时候，我一人狙过17个目標，從未失手。就憑一輛車也想擋住我？這麼漂亮的美女，可惜了，誤傷到我可不負責。還不夠。都這種時候了，你還……噓。800米，夠。就是現在。怎麼可能又沒？搞定。你竟然……怎麼？不擋着了？你到底是誰？等時機到了，我會告訴你的。我們先回家，好嗎？相信我。好。你就住在這種地方？這裡便宜，1個月租金300。難道他是嫌棄？也對，蘇家家大業大。這些年你辛苦了。他竟然是在心疼我。我一個大男人，住哪都一樣。你身手這麼好，為什麼要浪費自己的才華在那裡掃地？難道是有什麼苦衷？掃地挺好的，掃地掃多了勁兒大。你是說你現在的身手是掃地練出來的？你又騙！你幹什麼？勁兒大不大？要不我今晚就證明給你看。你先放我下來。不放。小心！這丫頭都知道我身手不錯了，還在護着。有機關。這種手法是職業擦手慣用的。好了。這銀針淬了毒，這是準備要你的命。都怪我，肯定是蘇家人查到你的地址，對你下手，是我連累了你。不怪你，這跟你沒關係。傻丫頭，這機關是我自己設的，本來是想防柳若蘭派來的殺手，結果被你拆了，還自責成這樣。好了好了，我這不是沒事嗎？可萬一我沒發現呢？萬一你一個人回來，這裡不安全，你跟我回去住吧，我那有監控和24小時安保。好。你不拒絕一下？拒絕什麼？難道偏不接受你的好意，繼續住着，等着被暗殺才對？這個男人真的和其他人不一樣，不成才有。你幹嘛？林香，別，外面有人。
微型监听器貼在你身后这幅畫的下面。監聽器，蘇家人的動作這麼快。看這上面的灰塵，這東西已經放了很久了。放了很久？那豈不是蘇家早就在我身邊布局了？沒錯，而且這東西不會只有一個。我以為他們只是偏心，沒想到他們那些條件都是算計好的。我的一舉一動他們都知道，我真是太傻，我竟然一點都沒發現。你沒發現，不是因為傻，是因為你把他們當親人。好了，不哭了。還有正事。什麼正事？之前的按摩被你那個不長眼的弟弟打斷了，我們現在繼續。请柬呢？沒請柬你們來幹什麼？知道裡面是龍皇大典，來的都是龍國有頭有臉的人物。滾滾滾，別在這礙眼。我是蘇家人，不用請柬。蘇家人？難不成你是那個跟環衛宮私奔的蘇家養女蘇葉？聽說蘇家已經把你除名了，你怎麼還好意思說自己是蘇家人？長得倒是不錯，怎麼想進去傍大款？要不你看看我？你說什麼？怎麼還想動手？我告訴你，這可是龍皇大典，敢在這裡鬧事兒，我讓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这是黑金卡。現在能進了嗎？能，當然能。您請。我不是讓你攔着他們嗎？你怎麼把人給我放進去了？不是我不想攔，那男的手裡拿的可是整個龍國唯一的一張黑金卡。什麼？你傻啊你！一個環衛工手上能有黑金卡，那就是個假的，真是廢物！蘇少，我還愣着幹什麼？趕緊帶人把他趕出來啊！那兩個是誰？怎麼穿成這樣也敢來？不認識，該不會是混進來的吧？喲，這不是那個環衛宮嗎？這種地方也是他能來的，真是晦氣！堂堂龍皇大典，讓一個掃地的混進來，這酒店的安保都是幹什麼吃的？蘇葉，你帶他來是嫌丟人丟的不夠？聽說你被蘇家除名了，淨身出戶，為了這麼個東西，值得嗎？蘇葉，你好歹之前也是蘇家大小姐，就算如今被除名，也不至於自暴自棄到嫁給環衛宮吧？環衛宮怎麼了？靠自己的雙手賺錢有什麼丟人的？更何況，我相信凌霄總有一天可以扶搖直上，飛黃騰達。你就做夢吧！你給我滾出去！蘇家人來了，蘇葉這些年為蘇家立了不少功勞，蘇家人不會護着他吧？不知道，蘇家一直沒公開許過和蘇葉拿錢，說不定真有可能。蘇葉，我讓你自己過來，你怎麼還帶他一起？他是我老公，我自然要帶他。老蘇，你不說你這個好女兒肯定聽話嗎？怎麼來了還帶個掃大街的，丟人現眼？姐，我不是讓你穿好看點嗎？你就穿這個。也是，離了蘇家，你還能穿得起什麼？這本來是你們蘇家唯一一個翻盤的機會，可惜你們還是一如既往的無助。一個環衛宮還敢大言不慚，蘇葉，我現在都有點可憐你了，真是可憐又可悲。為了一個腦子有問題的環衛宮，跟蘇家鬧翻。蘇葉，我要是你，現在就找個地縫鑽進去，怎麼還有臉站在這兒讓人看笑話？凌霄的話什麼問題？爸，您說我丟蘇家的臉，那我問您，蘇家今天的地位是誰拼出來的？媽，
您說我这些年賺的錢都進了誰的口袋？你更沒有資格說我。你穿的西裝，戴的這塊手錶，都是誰買的？各位，你們笑我為了個環衛工不要家產，那我告訴你，蘇家這些家產本來就是我掙的，只要我想，我隨時可以賺回來。而他，是我找了10年的人，是我這輩子都不能失去的人。夠了，蘇葉，你少在這裝模作樣！你以為你是什麼東西？離了蘇家，你什麼都不是。不怕告訴你，今天你來了，就別想離開。保安吶，把他給我抓起来！這可是二殿下點名要的人，要是放跑了，你們一個也別想好過。讓開，不然別怪我們不客氣。你們算什麼東西，也敢這麼和我講話？蘇家主，你說離了蘇家他什麼都不是，那你猜離了他，你們蘇家又是什麼？還有你們，哪個可以做到像他這樣撐起一個家族？這個男人，不愧是我找了10年的人。你又算什麼東西？我就是下一任龍皇。他說什么？他是下一任龙皇？哈哈，一個环卫工說自己是龍皇，太好笑了！他是不是不知道龙皇大典是做什麼的？敢在這裡冒充二殿下，怕是不想活了。一個掃地的也敢說自己是下任龍皇？你知道如今的龍皇是誰嗎？那可是二殿下的父親，龍國第1強者。你連給他提鞋都不配。蘇葉啊蘇葉，找10年找到個瘋子。我活這麼大歲數，還是頭一回見這麼不要臉的人。他要是龍皇，我就是玉皇大帝。既然你們都不信，那不如打個賭，就來賭這個儀式是不是為我準備的。你瘋了吧？這還用賭？你想怎麼賭？如果我是，你們所有人都給我給蘇葉跪下，磕頭認錯。你說什麼？讓我們給他磕頭？你算什麼東西？哼，瘋子，徹頭徹尾的瘋子！你別真把自己給騙了，你要不是又怎麼說？如果他不是，就讓他當場以死謝罪。蘇葉任我們處置。凌霄，別怕。好，我賭。好啊，我看你還能裝到什麼時候？二殿下的人已經到酒店了，你就等死吧。怎麼辦？要不你現在跑吧。放心，我能脱身，他們拿我沒辦法的。為什麼要跑？所有人都知道下一任龍皇就是二殿下顧靈天，他一會兒就到了，你冒充他，不是正好撞槍口上了嗎？誰告訴你我是在冒充顧靈天？二殿下到！怎么不是二殿下？急什麼？這可是九長老，龍皇殿的大人。聽說九長老在龍皇殿地位極高，這次來主持大典，可見對二殿下的重視。各位稍安勿躁，二殿下有事耽擱，稍後便到。繼任大典按時舉行。九長老，我有重要的事要向您匯報。你是？我是蘇家的蘇晨，蘇家您知道吧？就是4大家族那個。總之，我要舉報，剛才那個人就是那邊那個環衛工，當眾說自己是下任龍皇。對，九長老，我們都聽見了。他說這次的龍皇大典就是給他辦的，這種人簡直是大逆不道，就應該當場處決。九長老，您可得好好教訓教訓他，讓他知道冒充下一任龍皇是什麼下場。還有這種事兒？沒錯，我們都聽見了。一個掃大街的也敢冒充下任龍皇，真是活得不耐煩了。下任龍皇不就是二殿下嗎？本座倒要看看是誰這麼大膽子，竟敢冒充二殿下。是你？九長老这是怎麼了？臉色怎麼這麼難看？難不成九長老認識顧凌霄？九長老這是怎麼了？臉色怎麼這麼難看？難不成九長老認識顧凌霄？九長老，您認識他？不認識。那您？本座只是震驚於這世上竟有如此大膽之人，敢在龍皇大典上招搖撞騙。
原来如此，九长老是被他的大胆给震惊到了。我就说嘛，一个扫大街的环卫工，怎么可能认识九长老？真是人不不要脸，天下无敌，把九长老都吓了一跳。这年头还真是什么人都有。抱歉，九长老，我们现在就走。现在想走，晚了。你不认识我，很正常。这人脑子进水了吧？九长老明显已经动怒了，他还装什么呢？脸皮厚呗，毕竟当小白脸的有几个？毕竟你級别太低，没资格见我。放肆！你一个招摇撞骗的狂徒，不光假冒龙皇，还敢诋毁龙皇殿长老，简直是不知死活！底层人就是没见识，这回好了，惹了龙皇殿不会有好下场。这下看他怎么死！九长老，打死他，让他装。龙皇殿又怎么样？想动他，先过我这关。苏叶是吧？我知道你是暗夜的人，不过你以为你今天能護得住他？本座必須讓他知道得罪龍皇殿的下場。看來顧凌天讓蘇葉嫁給他，不僅僅是為了蘇家的產業，還調查到了蘇葉的身份。別怕，我能搞定。凌霄，這些都是龍皇殿的人，幾十個高手，你相信我。我相信你，但我不能讓你冒險。你放心，我就算豁出性命，也不會讓你受傷。這丫頭怎麼傻成這樣？給我上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一個環衛工也敢惹龍皇殿，活該！這蘇葉也真是夠蠢，為了個男人連命都不要了。自作孽不可活。哼，傻丫頭，這次換我來保護你。這怎麼可能？我剛剛是不是眼花了？我都沒看清，這些人怎麼都倒下了？這麼快的身手，他到底是什麼身份？你竟敢反抗龍皇殿！你以為打贏幾個弟子就了不起了？你等着，我這就給二長老打電話。等二長老來了，讓他親自解決你這個狂妄之徒。二長老又算什麼東西？不自量力，死到臨頭還說大話。你這種螻蟻，二長老一根手指就能碾死你。二長老，有人大鬧龍皇大典，等着吧，二長老馬上就到，我看你還能囂張多久。這下有好戲看了。二長老可是龍皇殿第一高手，據說當年一個人鎮壓過藏龍淵外圍的暴動。看來這個環衛工死定了，可惜了蘇葉，非要跟着他。沒事，看我的吧。他瘋了，二長老要是來了，他可就死定了。呸，還在裝，一會兒有他哭的時候。九長老英明，這種不知天高地厚的人，就得讓二長老來收拾。對，二長老一來，我看他連求饒的機會都沒有。一個環衛工仗着有點身手，敢在龍皇殿面前撒野，真是不知死。等二長老來了，我看他還怎麼囂張。哼，活該，讓他冒充二殿下，這下遭報應了吧？蘇葉那丫頭也是蠢，非要跟着他。等一會兒二長老來了，給這個廢物弄死，蘇葉還不是得乖乖的嫁給二殿下？凌霄，你聽我說，我現在拖住他們，你放心，他們不會拿我怎麼樣。這傻丫頭都這種情況了，還想着保護我。別怕，我們誰都不用走。別怕，我們誰都不用走。你不懂，那是二長老，龍皇殿第一高手。你雖然能打倒那些護衛，但二長老不一樣。顧凌霄，這不是逞強的時候。一會兒我衝上去，你往後門跑，我的人在外面接應，他們會護着你離開的。蘇葉，你信我嗎？我信，但我怕。信我，就陪我一起等。他為什麼還這麼淡定？好，我陪你等。來了！二長老，您可算來了！二長老，您可算來了！二長老，就是那個人，竟然當眾冒充二殿下，還說自己才是下任龍皇。我帶着龍皇殿的人出面制止，
他不但不認錯，還動手打傷了10幾個弟子。什麼人膽子竟然這麼大？你看看，這都是他打傷的，簡直是無法無天。對，二長老，我們都看見了，他還侮辱龍皇殿長老，說9長老級別太低，不認識他很正常。這種狂徒就該當場處決。沒錯，一個環衛工也敢這麼囂張，簡直是不把龍皇殿放在眼裡。一個環衛工也敢這麼囂張，簡直是不把龍皇殿放在眼裡。二長老，您可得好好教訓教训他。无知小辈，今日便是你的死！你怎麼會在這裡？我怎麼不能在這兒？二長老，您認識此人？是他，真的是顧凌霄，他竟然活着從藏龍霄回来了。可今天是二殿下的继任儀式，若當众說破，大典還怎麼舉行？不認識，本座認錯人了。不認識，不認識，本座認錯人了。不認識，那個，本座還有要事在身，先走了。二長老这是怎麼了？臉色怎麼那麼難看？說不認識，可那表情分明是認識的。二長老那種高手應該不會認錯人，這裡面肯定有古怪。二長老為什麼看到他就嚇成那樣？難道真的認識？他究竟是什麼身份？哼，這就是你請來的救兵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是怎麼回事。二長老肯定是被這小子氣的。你們想啊，一個環衛工雖然在龍皇殿的地盤上撒野，說到底還是個小丑。二長老是什麼人？他能跟一個小輩動手嗎？傳出去多丟人。所以二長老才借口離開。他不是怕了，是不屑於和這種嘍囉動手。有道理，二長老那種身份確實不好當眾對一個小輩出手。對，贏了不光彩，輸了更丟人。不如走人，讓下面的人處理。蘇公子說的對，還是蘇公子聰明。原來如此，本座就說二長老怎麼可能認識一個環衛工？蘇公子果然機敏，還是蘇晨聰明，我們都沒想到這一層。這麼一說就通了，二長老是不屑於動手。那小子還以為是自己多厲害呢，人家二長老根本懶得理。我說的沒錯吧？你以為你是誰？人家二長老不搭理你，就是怕髒了自己的手。你這腦子可太金貴了，用到現在怕還是99星。那是，我腦子好着呢。你敢罵我？你身手再快，能快過我的槍嗎？蘇晨，你瘋了，把槍放下！放下？蘇葉，你也太拿自己當回事了吧？你以為自己還是蘇家大小姐嗎？我把話撂這兒，你今天要是不乖乖嫁給二殿下，我就打死這個掃大街的！沒想到啊，蘇葉，你也有怕的時候。放了他，我聽你的。來人，把大小姐綁起來，省得她待會兒又反悔。你們動他一下試試。喲，還挺橫，我就動了，怎麼着？蘇葉，你这眼神可真夠嚇人的。可惜啊，你現在什麼都做不了。至於你這個掃大街的，敢跟我鬥，我今天就送你去死。你們動他一下試試。喲，還挺橫，我就動了，怎麼着？这怎麼可能？我是不是眼花了這槍？槍自己碎了。這怎麼可能？我是不是眼花了這槍
槍自己碎了。这么快的拆枪手法，这世上除了我，只有一个人能做到。难道不可能？绝对不可能！他只是个环卫工，不可能是那个男人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以后换我护你。是你在枪上做手脚了？你觉得我干得出这种事吗？那我就是买到劣质手枪了。对，一定是手枪质量太差才会自己解体。是你在枪上做手脚了。你觉得我干得出这种事吗？那我就是买到劣质手枪了。对，一定是手枪质量太差才会自己解体。没错，不然好好一把枪怎么可能1秒钟就碎掉？对，这扫大街的运气是真好，这都让他躲过去了。运气不好能当上小白脸吗？就这也敢出来丢人现眼？扫大街的，你装的还挺像啊！刚才那一下差点把我们都骗了。就是，我还以为他真是什么高手呢，原来是枪自己坏了。运气好而已，在那装模作样，可笑。这种人我见多了，碰巧撞上点好事儿，就以为自己真有多大本事。哼，狗屎运罢了。苏叶也是瞎了眼，非要跟这种人。这小子气力太强，看来本座只能另辟蹊徑了。九长老竟然偷袭苏叶！堂堂龙皇殿长老，这是要干什么？哈哈哈哈！九长老这招高啊！这扫大街的不是运气好吗？这回看他还怎么好运！一个环卫工还敢从九长老手里抢人不成？小子，你不是能打吗？来呀，看是你伸手快，还是我下手快！你是暗夜的影玉！暗夜的杀手，暗夜组织的老大，代号影玉，据说他一夜能灭一门。你是暗夜的影玉！暗夜的杀手，暗夜组织的老大，代号影玉，据說他一夜能滅一門。不姐，你就是影玉？不可能，他怎麼可能是影玉？暗夜的影玉，傳說中殺人不眨眼的存在。我們剛才是不是一直在？這怎麼可能？他是我養大的，完了，我們那麼對他，怎麼辦？凌霄會怎麼看我？他會不會覺得我可怕？果然是你。你早就知道？猜到了。你不怕我？怕你什麼？怕你殺我。你要是想殺我，早就動手了，還用等到現在？我以為你會覺得我可怕，以為你會嫌棄我。你不怕我？怕你什麼？怕你殺我。你要是想殺我，早就動手了，還用等到現在？我以為你會覺得我可怕，以為你會嫌棄我。傻丫頭，你為了自保，練成這一身本事，我心疼都來不及，怎麼會嫌棄呢？謝謝你。既然身份已經曝光，那我就不藏了。我就是暗夜的殺手影玉，今天誰想動他，先問我答不答應。放心，我一定帶你安全離開。好。走，你們一個也走不了。二殿下，是二殿下來了，太好了，二殿下來了，我們有救了。暗夜的人算什麼？在二殿下面前都得跪着。二殿下，您可算來了，這裡有人大鬧繼任典禮。沒錯，二殿下就是那個人，那個掃大街的，還有蘇葉，他竟然就是暗夜的老大影玉。二殿下來了，您一來我們就安心了，有您在，看他們還敢放肆。二殿下英明神武，氣度不凡，果然是龍皇之姿。二殿下親自到場，這場鬧劇也該收場。二殿下，老朽已經把蘇葉帶過來了，就等您親自收服。二殿下今日更是格外氣宇軒昂。行了，我也不是來聽你們拍馬屁的。聽說有人冒充我，讓本殿下看看，究竟是誰這麼大膽子。這張臉好像在哪兒見過。弟弟，好久不見。就是你？離家多年，認不出我也正常。倒是一個掃大街的也敢冒充下任龍皇？說吧，你想怎麼死？死？我還不想死。不想死？那可由不得你。
得罪本殿下的人。不过，我倒是想好让你怎么死了。你敢这么跟本殿下说话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当然知道。你不就是柳若兰生下的私生子吗？放肆！来人，把这个狂徒给我拿下！你不就是柳若兰生下的私生子吗？放肆！来人，把这个狂徒给我拿下！二殿下，此人有些邪门，刚才他一个人打倒了我们10几个弟子，你可要小心啊！你说10几个人打不过他一个，一群廢物。倒是有点意思。不好，二殿下这是真的动怒了，这回他们2个死定。你不是能打吗？来啊，我倒要看看是你快还是子弹快。今天哪怕你是塊鋼板，也能被打成筛子。住手！媽，您怎麼來了？今天是你的好日子，媽怎麼能不來？這麼多客人在場，喊打喊殺的，像什麼話？媽，不是我想鬧事，是有個不長眼的東西敢冒充下一任龍皇。哦，什麼人這麼大膽子？敢？柳夫人怎麼臉色這麼難看？她好像是在害怕。夫人這是……媽，您怎麼了？她竟然從藏龍淵活着回來了！不行，今天是凌天的繼任儀式，說什麼也不能被她破壞。好久不見啊，後媽。沒想到啊，你竟然還能回來。不過我勸你不要鬧事，別忘了，你爸還在我手上。各位來賓，這不過是個想攀附龍皇殿的小輩而已。今天是我們顧家的大日子，咱們先舉行龍皇大典。夫人說的對，不能讓一個瘋子攪了二殿下的好事。夫人英明，這種人根本不值得理會。就是，繼任大典要緊，別讓這種人耽誤時間。顧凌霄，你以為自己回來就能翻盤？太天真了。龍皇殿早就沒有你的位置了，識相的自己滾。後媽，3年不見，你還是這麼自信？你什麼意思？你就這麼確認我父親真的醒不過來了嗎？難道那個老東西？不可能！要是我親手下的，他不可能醒過來，絕對不可能！龍皇大典開始。不管是什麼意思，只要繼任大典完成，一切就成定局了。有請二殿下顧凌天接任龍皇之位。二殿下，請結龍皇令，這是歷代龍皇的信物，見令如見主。從今日起，您就是新一任龍皇。等等，該來的人還沒來，急什麼？九長老，繼續。二殿下，請結龍皇令。恭迎龍皇，恭迎龍皇！都起來吧，凌霄，我的兒子，你終於回來了。不可能！你怎麼可能醒過來？我明明……爸，你怎麼？柳若蘭，咱們的賬該算一算了。爸，我冤枉啊！我什麼都不知道。柳若蘭，這就是你的好兒子。完了，全完了！3年前，柳若蘭在我飲食中下藥，之後聯合幾位長老，逼我兒凌霄鎮壓藏龍淵。這3年，我被柳若蘭軟禁，不見天日，而他以我的名義掌控龍皇殿，培植親信，為的就是讓他的兒子坐上龍皇之位。竟然是這樣，毒婦居然敢軟禁老龍皇，那顧凌天也不是好東西，母子倆合謀篡位。顧凌霄是我的大兒子，3年前接下任務，鎮壓藏龍淵3年，如今便是名正言順的龍皇。原來他真沒騙人，他真的是龍皇，能從藏龍淵活着回來，也只有龍皇能做到。凌霄接令，從今日起，你便是新一任龍皇。
我记得刚才有人質疑我，就全杀了吧。龙皇大人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求您饶命！龙皇大人，我错了，您大人大量，别跟我一般见识。龙皇大人，您放过我们吧，要打要罚我们都认。龙皇大人，我们真不知道您，要是知道，给我们100个胆子也不敢。姐，我错了，你帮我说句话，咱们可是一家人，你不能见死不救。我早就没有家人了。你还有我。参见龙皇，参见龙后。都起身吧，今日大典不必行常年跪拜之礼。龙皇陛下，小民愚昧无知，先前出言侮辱陛下，当众撕毁婚约，全是被猪油蒙了心，求陛下开恩，让我柳家上下一条活路。陛下，我先前势力短浅，仅凭一身衣着就随意贬低您，盲目攀附二皇子顾凌天，所有过错全在我一人身上，要罚就罚我，放过温家老小。我从前信奉钱财至上，觉得环卫宫低人一等，肆意嘲讽羞辱，我愿意交出秦家全部產業充公，只求陛下赦免秦家死罪。姐，我錯了，從前我處處刁難你，為了家產逼你斷絕親緣，還派人刺殺凌霄，我混蛋！你在龍皇面前幫我求求情好不好？我們好歹一起在蘇家相處12年。龍後娘娘，當年我借着養育恩情，逼迫你改嫁顧凌天，強行奪走你辛苦打拼的蘇氏集團資產，是我老眼昏花，唯利是圖，所有罪責由我一人承擔，別牽連蘇家其他人。小葉呀，媽從前說話刻薄，處處算計你的身家，如今腸子都悔青了，你心善，千萬原諒我們一回。當初我淨身出戶，簽下斷絕關係文書，是你們步步緊逼，派人半路圍殺我和凌霄的時候，怎麼沒想過往日養育情分？現在大禍臨頭，再來攀扯親情，太晚了。柳若蘭、顧凌天，你們母子2人蓄意軟禁姑，密謀篡奪龍王位子，勾結柳溫秦3大家族，禍亂朝堂根基，此事絕無姑息餘地。顧天雄，我跟了你半輩子，就算沒有功勞，也有苦勞。凌天是你的親生骨肉，你當真要狠心處死親生兒子？父皇，我從小被母親教唆，分不清是非對錯，所有陰謀都是母後一手謀劃，我只是被利用的棋子，求父皇從輕發落。龍皇陛下，3年前我受柳若蘭蠱惑，配合刁難陛下，逼您前往藏龍園鎮守，犯下大錯，任憑陛下發落。柳溫秦3大家族多年依仗皇家庇護，橫行跋扈，勾結逆黨。即日起，龍國正式抹除3家宗族名號，家產全數收歸國庫，族人貶為平民，發配邊境勞作。求求您手下留情，顧先生，求您手下留情。柳家在本地經營100年，一旦出名，上百口的生計都會徹底落空。陛下，溫家幾代人勤懇經商，只是一時糊塗選錯靠山，我們願意散盡所有家財補償龍國，能不能免去城府？我秦家所有不動產、上市公司全部上交，我願意一輩子做工贖罪，求陛下饒過秦家普通族人。3前先皇耗費100年契遠庇護3大家族，換來3份婚約，本意是讓3家日後輔佐我穩固朝堂。你們轉頭勾結謀逆皇子，背棄恩情在先，肆意辱君在後，懲罰早已定下，不必再多費口舌。少爺，3大家族已經落難，我們蘇家不能再步入後塵。12年養育之恩，就算9年不念情分，看在我當年把你從孤兒院接回來的份上，留蘇家一線生機。是啊，小葉，這些年雖然我們貪圖你的產業，處處算計你，但平日裡衣食住行從未苛待過你。你一手創辦蘇氏集團，若是沒有蘇家最初提供的落腳之地，你根本沒有起步的機會。龍後娘娘，我之前派人半路埋伏刺殺您和陛下，是被父親指使，我只是奉命行事，所有罪責源頭都在我爹喵身上，我願意獨自受罰。當年我養父重病沒錢醫治，流落街頭險些喪命，是我拿着凌霄贈予的玉佩換錢勉強續命，被蘇家從孤兒院收養，我感念收留之恩，耗費5年心血把瀕臨破產的蘇氏集團做成龍國頂尖企業，每年分紅盡數上交蘇家，早就還清12年養育開銷。可蘇家耗費資源扶持你上位，沒有蘇家名頭，你再厲害也沒法在商界立足。我暗夜隱喻的身份擺在面前，就算沒有蘇家，憑我一己之力，照樣能建立跨國集團。當年留在蘇家，只是想安穩尋找恩人，不是依附蘇家生存。蘇家靠着蘇葉的能力一路崛起，卻轉頭收下顧凌天聘禮，逼迫蘇葉改嫁謀逆皇子，暗中安排暗衛暗殺凌霄，罪行確鑿。蘇家主賣家產拆分，1半資產用於幫扶龍國貧苦百姓，剩餘部分歸還蘇葉。蘇父蘇母免除牢獄，但終生不能插手蘇氏集團事務。蘇晨曾雇凶殺人，送往邊境服役5年。多謝龍皇開恩，多謝龍後手下留情。
顧天雄，蘇家只是算計家產，顧仁兄就能从轻發落。凌天是你的亲生皇子，就算參與謀逆，也不該落得身死的下場。你偏心親生兒子，不能如此狠心。父皇，我自幼被母後蒙蔽，從始至終都不知道袁繼寧謀害大哥是滔天大罪。我被榮華富貴迷了心智，沒有實際出手傷害任何人，求父皇從輕量刑。3年前，你借着皇子身份大肆收受賄賂，收攏朝堂官員，拉攏頂尖世家，暗中数次派遣殺手前往藏龍淵邊緣偷襲凌霄，想要趁歷練之時取他性命。桩桩件件都有卷宗佐證，何來沒有害人之說？啟稟龍皇，這3年我奉命暗中記錄顧凌天罪證，上面記述了他收攬3大家族財物，私自培養私兵，重金僱傭跨國狙擊手謀害陛下的全部證據，人證物證俱全。之前郊外公路暗殺，我駐所御毛毒針機關高價聘請800米狙擊手的訂單，全部出自顧凌天手筆。柳若蘭在幕後統籌資金，母子2人分工明確。那些殺手和狙擊手，都是我動用皇家私庫錢財聘請。可我做這一切，只是想讓我兒子安穩坐上龍皇位。我身為皇子生母，有錯但不治死罪。當年我遭遇蘇家軟禁威脅，顧凌天私下允諾蘇家，只要我嫁入王府，就幫蘇家龍國大辦地產行業。為了拉攏勢力，隨意許諾國家資源，這種人若登上皇位，龍國百姓日後必定苦不堪言。龍後所言有理，若是二皇子登基，咱們普通商戶怕是再也沒有生存空。多虧皇子平安歸來，不然整個龍國就要落入母女2人手中。我沒有許諾壟斷資源，那都是蘇家主動盤附，我隨口敷衍罷了。你和蘇家簽訂的紙面協議，此刻就在暗夜組織的檔案庫，阿七隨時可以送來現場核證。需要現在讓人取來嗎？柳若蘭蓄意軟禁當朝龍皇，勾結皇子謀逆篡權，多年私吞國庫財物，貶出皇後身份，終生囚禁皇家冷宮。顧凌天謀逆未遂，屢次雇凶弑兄，廢除皇子爵位，流放極北苦寒之地，永世不得返回龍國京城。我謀劃半生，終究輸給你這個從藏龍淵熬出來的野小子。野心配不上實力，落得這個下場，是你咎由自取。陛下，3年前我受柳若蘭重金賄賂，連同另外2位長老一起在大殿逼迫您前往藏龍淵鎮守，刻意借着大凶之地的環境，想要暗中耗損您的性命，幫顧凌天掃清繼位阻礙。我自知罪孽深重，主動辭去龍皇殿長老一職，任憑陛下懲處。當年大殿之上，大長老、2長老、3長老3人聯手施壓，唯有你最開始猶豫不決，被柳卓蘭威逼利誘才妥協。和另外3位主動同流合污的長老不同，陛下知曉內情。吾被軟禁深宮之時，暗中安排親信打探局勢動向。3位長老收受賄賂明襲，柳若蘭脅迫要挾的證據全部提前搜集完畢。凌霄鎮守藏龍淵3年，也安排暗夜組織暗中盯着龍皇殿動向。阿七每月都會匯總龍皇殿情報遞交給我，3位長老私下往來賬目和柳溫琴3家的私下交易，暗夜檔案全部留存。沒想到龍皇和龍後早有布局，難怪能穩穩拆穿謀逆詭計。我一時貪財糊塗，險些釀成龍國大亂。即便陛下從輕發落，我也無心繼續擔任長老之位。我願散盡個人全部俸祿家產，用來彌補當年收受賄賂帶來的虧空，前往邊關軍營做普通雜役，用餘生贖罪。不必貶去邊關，免去你龍皇殿實權長老職務，保留長老虛名，往後專職監管皇家慈善局，管控賑災錢糧發放，用餘下半生打理民生，彌補過往過錯即可。多謝陛下寬宏大量。臣必定恪盡職守，絕不再犯半點差錯。剩餘3位收受賄賂的長老，即日起罷免所有官職，插配邊境。相關文書稍後由內閣擬定下發。臣稍後便配合內閣整理另外3位長老的罪證清單，保證不留遺漏。柳溫琴3家被抄沒的海量家產，對接由9長老的慈善府統一盤點，優先用來修繕各地平民住所，資助寒門學子。謹遵龍後吩咐，我立刻安排人手對接資產清點工作，絕不私留1分錢財。今日大典到此暫歇，晚宴過後，明日正式舉行完整登記儀式。各位賓客暫且移步宴會廳用餐。謝陛下。早知道蘇葉的真實身份是龍後，咱們別說逼他改嫁2皇子，就算天天捧着都來不及。好好的豪門親家，硬生生被咱們做沒了，家產也憑空越想越憋屈。當初顧天守望子權勢，柳文前3家全都依附於他，任誰也想不到一個環衛宮能搖身變成真龍皇。換做任何人都沒法預判。當初在路邊看見陛下一身環衛宮裝，我出言百般羞辱，回家還帶人上門圍堵。要是我當初客氣幾分，現在蘇家何止是京城頂尖豪門，能借着龍後的關係直接躋身皇家外戚。龍後，陛下，判決已經敲定，一半家產捐獻慈善，剩餘資產回歸我名下。你們名下留一套老宅自住，每月我會固定撥發生活費，足夠安穩度日。小葉，既然資產回歸你了，能不能把蘇氏集團管理權再交好我們父子打理？我們保證好好經營，不再貪心私吞利潤。是啊，姐，
我經過這次教訓，徹底踏踏實管理公司，絕不會再肆意揮霍資產。蘇晨犯下雇凶殺人的罪責，5年邊境服役是既定處罰。服役期滿之前没有資格觸碰集團事務。蘇父蘇母一輩子唯利是圖，不適合執掌蘇氏集團。5年邊境苦寒之地，風吹日曬，我從小養尊處優，根本熬不住。姐，你再幫我求情，能不能改成罚金贖罪？我把我名下仅剩的首饰房產全部上交。当初你派暗卫连夜圍殺我和凌霄的時候，沒想過我們在荒郊地下直面殺手，稍有不慎就會當場殒命。現在懼怕吃苦，太晚了。那蘇氏集團以後由誰掌管？集團上萬員工不能群龍無首。後續由職業經理人全權接管集團運營。盈利除日常運轉外，部分收益用於慈善幫扶，等於我們蘇家徹底和一手做大的集團沒關係了。集团本就是我白手起家打拼而来，當初被你們借着斷絕關係強行奪走，如今物歸原主，合情合理。草民柳波山代表柳氏全族前來叩見龍皇陛下、龙后娘娘，求陛下開恩，收回抹除柳氏宗族的聖旨。当年和柳若蘭、柳夢苗勾結謀內的只有柳家嫡系一脈，我們旁部族人從老實施經商務農，不該跟着全族受牽連，被貶為平民發配邊境。聖旨明文規定，柳家嫡系主脈全部發配邊境，旁支免去發配刑罰，但收回皇家世代賜予的特權封地，取消貴族身份，貶為普通平民，家產只沒收嫡系部分，旁支私產保全，何來全族連罪一說？我聽聞柳家全族除名，所有家產盡數充公，族中老小一夜一無所有。是柳夢瑤刻意隱瞞判決內容，四處傳播謠言，煽動族人鬧事，妄圖借着全族施壓逼迫陛下改。你們聽信片面之詞，貿然堵門，已經觸犯皇家禁令。我們被大小姐蒙蔽，不知道判決細節，一時糊塗才前來求情，絕沒有挑釁皇家的心思。都是你們魯莽行事，險些犯下大錯。柳夢瑤勾結逆黨，撕毀婚約在先，靠着家族貴族身份，多年仗勢欺人，嫡系家產充公是贖罪，旁支能保住身家也是法外開恩。事到如今，我們知曉法理難違，只是旁支族人世代靠着封地農耕，突然失去貴族優待，生計艱難，懇請陛下酌情預留一小塊良田。九長老即將接手3家超末資產，統籌慈善，後續龍國會在各地開放平價田地租賃，所有平民均可平價承租，柳家旁支和普通百姓享受同等待遇，不會刻意刁難。多謝龍後體恤百姓，我回去立刻約束全族，安分守己，做普通平民，不再滋生事端。往後龍國律法一視同仁，無論從前世家還是寒門，觸犯法條一律依法處置，不要妄想靠着舊日世家身份走特權滿路。謹遵陛下旨意。啟禀龍皇龍後，我家大小姐温雪晴遵照圣旨，整理完畢温家全族嫡系所有資產清單，房產、股權、礦山、商鋪全部匯總在冊。另外，大小姐親筆寫下懺悔書信一封，托我轉交二位。昔日我戴金絲眼鏡，自持知性清高，嫌陛下新魏公出身粗鄙偏見，當眾出言羞辱，撕毀婚約，盲目依附謀逆皇子顧凌天，錯信世家權勢大於人情。如今家族被撤貴族名號，是我一手釀成大禍。我自願跟隨嫡系族人前誅，用一輩子勞作彌補過錯，往後不再留戀富貴榮華。溫雪晴心性本不算大奸大惡，只是被家族勢力風氣裹挾，一心攀附權貴。清單賬目條理清晰，沒有隱瞞藏匿資產的痕跡，看得出來溫雪晴確實誠心悔過。我家小姐連夜清點財物，3天3夜不曾休息。旁支族人已經按照陛下指令吹分家產，和嫡系劃清界限，安穩回歸平民生活。溫家資產錄入總賬，由9長老統一掌控。部分資金用於開設全國連鎖平價藥房，幫聘普苦病患。多謝龍後寬仁，我替溫家上下謝過陛下隆恩。回去轉告溫雪晴，邊境勞作期間若是踏實苦幹，5年期滿之後可申請返回京城定居，既往過錯不再追究。小人必定一字不差帶回口信，小姐得知一定會倍加勤勉贖罪。當初3女上門退婚，一個張揚豔麗，一個清高勢利，一個拜金刻薄。如今3人盡數落難，世事當真變幻無常。若非10年前你我老街相遇，我曾玉佩救你養父，這輩子也不會結緣。他們的結局是貪心所致，咱們珍惜當下就好。等你正式登基之後，不用再隱姓埋名做環衛工，我們就能安穩相守。龍皇陛下、龍後娘娘，我家小姐秦子玉把自己私人珍藏的古董珠寶、珍稀字畫全部整理出來，沒有算進家族充公資產，特意送來，想要贈與陛下和龍後，以此彌補從前過錯。秦子玉從前張口閉口金錢至上，覺得錢財能擺平一切，如今捨得拿出全部私藏賠罪，也算幡然醒悟。秦家嫡系資產已經依規收歸國庫，這些私人藏品我不能收下，全部轉交9長老的慈善府，拍賣所得錢款劃入助學專項資金。小姐本意是用珍寶賠罪，若是全部拍賣捐獻，小姐的心意豈不是白費？收下珍寶便是私納貢品，違背龍國律法，所有貴重藏品變現幫扶寒門學子，
才是這些珍寶最好的去處。秦兒玉發配邊境之後，日常勞作艱苦，若是想要彌補過錯，往後在邊境踏實幹活，便是最好的贖罪方法，不必再耗費心思贈送貴重禮品。我明白了，回去之後如實轉告我家小姐，立刻安排人手把這批的藏品送往慈善府对接一接清點。秦家旁支此前靠着秦家資源壟斷建材生意，即日起放開行業限制，所有商戶公平競爭，杜絕壟斷牟利。謹遵陛下政令，秦家旁支已經着手拆分垄斷產業，拆分完畢之後開放市場。短短一天，柳文秦三家接连送來致歉信物。三家大小姐從前有多囂張，現在就有多懊悔。权势富貴皆是浮雲，腳踏實地守本心，才能安穩度日。這也是我今後治理龍國想要傳遞的規矩。有你執掌龍國，百姓以後一定會安居樂業。小葉，老宅這套獨棟宅院，我和你媽商量好了，过戶到你的名下，當做這麼多年虧欠你的補償，希望你能放下過往芥蒂。是啊，這套老宅地處京城黃金地段，市價上億，算是我們拿出最大誠意道歉。我名下房產遍布全城，不需要額外添置宅院，老宅留給你們養老居住即可。姐，我馬上就要啟程去往邊境，5年之內沒法回京。臨走之前想求你一件事，蘇氏集團旗下的連鎖商鋪能不能每月給我留一筆微薄生活費？服役期間食宿由邊關統一安排，不需要額外生活費。若是服役期間立功受賞，邊關會發放軍功補貼，足夠日常開銷。邊關條件惡劣，連肉食都難得吃上幾顆。我從前錦衣玉食，實在難以適應。當初你帶人上門打傷保鏢，雇凶半路截殺我們的時候，從沒想過我們被困性境，缺衣不食，吃苦是你犯錯的代價。当年這間房是家裡最好的臥室，我們卻總想着壓榨你的收入，現在想想真的對不起你。過去的事情已經翻篇，我不會記恨，但也不可能回到從前一家人相處的模樣。以後逢年過節，我們能不能上門拜訪你和陛下，盡一盡長輩心意？日常若是偶遇，可以閒談，不用刻意登门拜訪，避免旁人借機攀附權貴。明白了，我們絕不隨意打擾。吉時已到，恭請新任龍皇加冕。凌霄，今日你正式執掌龍國，切記體恤萬民，秉公守法，不被權力迷心。凌霄謹記父親教誨，以百姓安樂為己任，整頓世家陋習，完善龍國律法。父皇萬歲萬歲萬萬歲！众平身。啟稟龍皇，龍後娘娘勞苦功高，早年暗中以暗夜之力輔佐龍皇，穩定多方勢力，懇請龍皇擇良辰吉日舉辦皇家大婚，昭告全龍國。懇請陛下敲定大婚吉日。朕與蘇葉10年前結緣，歷經重重磨難，方才相守。則3個月後金秋吉日舉辦婚禮，大婚當日大赦輕刑罪犯，全國商戶免稅3日，與民同慶。多謝龍皇，龍後娘娘。不用大肆鋪張操辦婚禮，簡單小宴邀請親友就足夠。你為我捨棄億萬身家，脫離蘇家，數次以身擋險，大婚必須舉國同慶，給你全龍國最隆重的婚禮。難得我兒覓得良配，婚禮由你全權籌備。所有事宜穩妥安排。我立刻通知人開始籌備大婚相關事宜，同步下發全國通告，